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我就先不讲。OK， 我们回到今天的快报，今天有蛮多要讲的。我讲到 iOS 14，然后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支援的手机型号还有其他功能，然后电竞专用的 Mac。最近蛮多人问到这个去年传出来的消息，所以我们大概讲一下。那再就是 iPhone 13的部分，对，既然已经有13的消息出来了，那它大致上有设计还有相机规格的部分，可是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怪怪的。然后影片最后还是会有讨论的部分。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记得帮忙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还有分享咯。好，那我们就先来讲 iOS 14的部分。这个蛮多人在问的，就是说它支援机型的部分。现在消息的传出来是说它应该会持续支援，就是跟 iOS 13一样的机型。这个好消息就是说，现在使用 iPhone 6s 还有 iPhone SE 一代的人，在 iPhone S14上就会持续的支援。为什么说这个也可能同个时间是坏消息呢？因为我去年在 iOS 14的影片有讲过，苹果因为 iOS 13有非常多的问题，得到非常多人的抱怨，所以他们在 iOS 14开发的时候，本来预定有很多可能新功能或新设计的部分，可能会延到 iOS 15上面。加上这次疫情的部分，那据我所知，就是到今天为止都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就是在苹果公司里面，目前上班的方式还是用远距上班的方式，所以这个当然会直接影响到 iOS 14开发的进度。所以这个就代表是说，在 iOS 14上面，新功能和新设计方面都会趋于保守，也不会看到太多新的功能出来在 iOS 14上面。可能对某些人来讲，这个是个坏消息，对一些期待一些很重大的更新啊，就是现在 iOS 已经有点略显老旧啊，设计已经有点略显无聊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个坏消息。可是相对的来说，很多人对 iOS 13不满意的人，觉得说它稳定度并不是像先前的 iOS 这么好。对这一类的人，他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消息，会觉得说 OK， 那我可能希望看到是这样子。所以当然就是看你看事情的角度和你对这个 iOS 的期待，可能对你会是好消息或是坏消息。我们现在讲功能方面，就是目前有流出来的部分，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在 Siri 的部分，苹果现在开始会在 Siri 就是让他们支援更多离线的功能。那我们知道现在使用 Siri 有非常多的功能是要依赖网络的，所以在 iOS 14上面，苹果会下放更多功能，让 Siri 可以离线使用。当然这一类的资料就是储存在手机本身的仿生晶片里面。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再来翻译的部分，在 Safari 上面就可以直接对网页进行翻译，像我们在电脑或者其他的浏览器看到有类似的功能。再来就是在 App 的部分，那苹果再来会开放一个，就比如说让你试用一些 App， 与其就是说你要下载完整个 App 下来，有一些 App 部分的基本功能或是他们最主要的功能，会让你在下载前就可以先体验、先试用，就是说，这个功能实不实际，是不是你喜欢的？那这类的功能也会在 iOS 14上面出来。好，那下一个就讲到一个我们先前有讲过，也是蛮重要，就是桌面小工具的部分。因为先前有一个从 iOS 14里面流出来的开发图，就显示看起来是说桌面上会让你有很多像 Android 这样放一些就是比较大图示的小功能啊，就是与其现在只是一个 App 的 icon 在上面，再可能显示更多，比如说天气啊，可能有更扩大的显示，你就不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问题是说现在这个图示呢，看起来因为有参与开发的工程师说，他们在目前为止 iOS 都没有看到在桌面会有这个功能。再去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图示，其实看起来就很像现在滑下来的控制中心，对不对？然后现在加上又有另外一个图流出来，它那个 App 的图示可以放大，所以这就让人家去猜想是说，是不是就只是控制中心，就在控制中心的部分可能会开放第三方的 App 可以使用控制中心，还是说相对有一些控制中心的功能会下放到桌面上面，这个还很难讲。但我们回头看，如果说这一次的 iOS 14并不会是一个很重大的更新跟改变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就只是一个在控制中心，然后会加入一个第三方 App 的一个更新了。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我们先前讲过，就是 App 选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的 App 常常就是藏在很多桌面很多不一样的页面里啊，或是它的抽屉里。在 iOS 14的时候会有一个像现在苹果手表上面直接就是以它名字的顺序或以你常用的顺序去排列出所有的 App， 让你更快速的可以找到一些你想要用的 App。好，那下一个就是讯息还有 iMessage 的部分。那这部分它其实就会加入很多现在 Line 已经现有的功能啊，像你可以标记你的朋友啊，然后在群组方面有更多可以制定的功能，也会加入比如说你可以回收你的讯息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就是让 iMessage 现在的功能越贴近现在已经很流行的 Line 啊，或是其他的聊天软体。好，那再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在 iOS 14，我觉得有一个流出来的部分，这个关系到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就是电竞专用的 Mac 还有苹果眼镜的部分。OK， 那我们先前有讲在 iOS
是苹果会放入一个官方的 AR 专用的一个 App。我先前对这个部分的功能都在猜测，就是说，那这样的功能会是什么？会单纯只是说让你收集资料呢，还是一些很激烈的功能在里面？现在有一段影片就是真的 iOS 14里面流出来的，他们看到一个就是保龄球的一个游戏，就是在一个 AR 的世界里面，你可以体验就是有一个保龄球道啊，然后你可以用手去滑那个保龄球。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讲会关系到我们下一个要讲的，还有苹果眼镜的部分？因为记不记得先前在苹果眼镜的部分，两大很准确的爆料者，他们意见有一点分歧，就是 John Prosser 讲说会出来就是一个直接就是一个 AR 的眼镜，另外一个很准确的爆料者他说John Prosser 误会了，这其实第一个会先是一个 VR 跟 AR 共用的眼镜，所以我对这个消息就蛮感兴趣的。所以以上所有的资讯啊，然后再总和先前所爆出来的电竞 Mac 的消息，然后最近也有很多人一直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去问一下先前的一个消息来源，有没有关于这方面多一点的消息。他给我的讯息，我们其实可以听听看，分析看看，我们觉得这个准确度如何。他说，苹果并没有要出一个电竞专用的 Mac， 所以并不会是说一个 focus 在gaming和电竞上面的 Mac。基本上就是说，新的 Mac 出来之后，那再配合这个 AR 跟 VR 的装置，苹果再来其实就是在 AR 跟 VR 方面会加强宣传，其实就像他们先前的发表会一样。所以苹果认为说，一开始最有吸引力的可能还是游戏这一块，最快吸引到最大部分的一般消费者。所以这并不代表会有一个电竞的 Mac。你就想想，就是说，如果是在 iMac 或 iMac Pro 的部分，那其实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了。可是 iMac Pro 一台是$5000嘛，目前的定价啊，我本身是没有玩电动，所以你说一台电竞的电脑这样的价格对你们而言是不是有吸引力？因为 iMac Pro 本身也是不能再升级显卡，所以是说我自己的话，我会期待比较看到一个，譬如说像 Mac Pro 这样的装置，比较偏于中阶啊，那可能不是一些专业影像需求的人，他也可以买一台这样 Mac 的桌机，然后去换一些里面的配备，换他自己玩不一样的电竞的游戏需要用的配备。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讨论，看看一些比较有常玩游戏的人的看法。那再来我们就讲 iOS 13设计流出的部分。哇，这个实在有点太快。这个消息我不是觉得它太准确，可是我觉得有几个蛮有趣的部分，我们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蛮好玩的。那当然现在讲是有点早，可是我们现在看说 iPhone 12先前主机版流出来的部分，那看它上面的制造日期其实是在去年的10月，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iPhone 12S 或13的设计在现在早就定案了。好，我现在就来看这个设计图的部分，它是说 iPhone 13会有4颗镜头，然后会把 LiDAR 移到镜头装置模组的下面，然后在正面的部分呢，它就会变成全屏的萤幕，就是代表它没有刘海，然后他们会有办法把 Face ID 还有前置相机藏在它的萤幕下面。如果真的做到这样的话，当然是也期望看到，可我先前也讲过，刘海这个部分对我而言我不是那么在意。那在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在相机规格的部分，主镜头的话会是64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会是4000万画素，然后这个有趣的地方是说会有反向的光学变焦，就是现在是0.5倍，那可以缩到0.25倍。如果以现在是13mm 的镜头，如果缩到0.25，那这样是不是变成一个鱼眼镜头的话，这样有没有必要？在长焦的镜头部分也是4000万画素，会有3至5倍的光学变焦。然后再一个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在它会多一颗的镜头是6400万画素，然后是 anamorphic 的电影比例的镜头，大约就是2.1:1。那基本上就跟 iPhone 现在的萤幕，如果你把刘海扣掉，全萤幕的比例就是大约是2.16:1左右。现在如果有看那种 Star Trek 或者 Star Wars， 它那种光影效果就类似像是这样子。那可以看到有光的部分，它会有一些光影效果出来，大致上看起来的效果就会像这样。当然这样是蛮酷的啦，可是一般人对这个方面的实用性到底是有多高？所以这个消息我是持非常保留的态度。然后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与其说加镜头啊，加一些什么电影特效什么有的没的，我期望看到不论是主镜头啊，或是长焦镜头啊，或是超广角部分，我觉得就是在晶片的部分可以加强，然后画质的部分可以加强，然后在夜拍的时候，希望看到就是说至少3个镜头画质是相近一点，不要说每次要有切换镜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画质的差异。这个部分加强，我觉得在实际使用上是会比较实用，比多2颗镜头、3个镜头还要实用。好，那我们就来讲到今天问题讨论的部分。那第一个就是在 iOS 14的部分，你们有什么比较期待的功能还有设计？我这一次出来就是真的只是着重在稳定性的部分啊，你们对这样的结果会满意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电竞 Mac 的需求性，因为我本身没有玩游戏，我发现在最近的影片里面，很多留言的人都很注重这个玩游戏的部分，所以我相信有蛮多人其实是会在意这一块。这样是不是对很多先前可能想买 Mac 有止步的人，然后这个对你们这些使用者而言，会不会觉得这个就是一台很完美的 Mac？ 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在 iPhone 13上面，你们会希望看到怎么样的改变对你们而言会有吸引力？那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全屏没有刘海，或是说在相机上面你们需要看到什么样的进步对你们而言才会有吸引力呢？好，所以这3个问题就想看
看看你们想法，或是你们有什么其他想问、想讨论的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